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一个课题：应不应该打新冠肺炎疫苗？其实呢，新冠肺炎疫苗呢，它在这个发展呢，其实是蛮快的比起我们以前传统的这种疫苗呢，它需要10年，而现在新种的这个疫苗只需要6至1年的时间就可以发展出来。为什么呢？其实让我解释一下传统的这个疫苗的制造过程。为什么需要10年？传统的疫苗呢，它有很多种，有一些就叫全体疫苗，或者是蛋白质单元体疫苗。这2种疫苗呢，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制造这个病原体的那个蛋白质。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病原体的蛋白质需要用很长的时间研究呢，大概都需要5到6年的时间，才可以成功的研究出跟这个真正的病毒的病原体的模型一样。当这个病原体制造出来的时候呢，它还需要在人体实验。所以呢，当它打在人体的时候的实验呢，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它可能是在 lab，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做试验呢，看这个病原体对人体有没有反应。然后呢，第2个阶段呢，就是在找10个健康的人接种这个疫苗他们会观察这10个人，在这10个人的几个月里面有没有发病或者是有没有防疫功效，或者有什么副作用。第3个阶段呢，他大概会找100个人来做这个人体实验，就是把疫苗打在100个人身上，然后他们会看这个疫苗有没有反应，我们叫它安不安全。然后呢，在第4个阶段呢，他会大概找300到400的这样多的人来做实验，就是当他这个第4个阶段呢，他大概会用上3年的时候。前面的3个，第1、第2、第3个阶段，大概他们用1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第4个阶段需要大概3年的时间，所以总共呢，从病毒研究呢到6年，然后呢，第1、第2、第3阶段的那个疫苗的实验呢1年，还有再加上第4期的疫苗的实验，大概3年，总共都大概是10年。可是呢，现在这个新的疫苗研发呢，他们是用核糖核酸。其实呢，核糖核酸呢，减短了这个之前的6年的时间，就是他们在研究病原体的那个模型的那个程序6年呢，它缩短了6个月。是因为怎样去做得到缩短的6个月？是因为他们可以在电脑模型上，可以在做 simulation。然后当他做了 simulation 过后，他减短了这个核糖核酸在人体所会产生的副作用。然后呢，他把这个核糖核酸打入身体的时候呢，让我们身体去产生这个病原体的蛋白质，而不需要用一个 lab 去制造那个病原体。就是好像之前的传统方法，就是要一个很大的机构很大的 lab 然后在里面呢制造这个病原体，然后呢这个 process 要很干净无菌的情况下，真空情况下还是可以做得到。可是呢，现在呢，因为有这个核糖核酸呢，它是从这个病毒那边拿出来了，然后他们做那个人工制造这个核糖核酸相似的。然后呢，它打在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变成了那个工厂，就变成那个 lab， 我们身体就会减短了这个 lab 的6年的研究，他们身体就会开始产生这个病原体的蛋白，或者是病原体的标本当这个病原体的那个蛋白质在我们身体产生了过后呢，我们身体就会开始产生，就是免疫的系统开始被激发，然后呢就会产生抗原体，而达到了免疫的那个状况。所以呢，从6年缩短到6个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疫苗呢，可以在1年里面就可以出现了。其实呢，以前那个方法还是有行得通的，只是说在这个瘟疫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很快的制造出这个疫苗。因为现在最新的科技呢，用核糖核酸的科技，它已经在7万的人身上打了这个疫苗，然后呢，他们也跟进了这7万人大概6个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大副作用的报告大副作用就是说死亡。所以呢，我可以暂时再从这些有限的报告呢，我们可以告诉你现在这个新的方法的疫苗呢，暂时性是没有什么高风险的。他们只有报告一些小小的副作用，就是打针的地方疼痛，有一点点的发烧，有点感冒和全身乏力。可是这些情况呢，大概是1-2天就会消失。
大概它的那个危险性有多高呢？我可以解释一下它的风险。我打一个比如，打疫苗的风险和比起中 COVID 导致死亡的几率，在马来西亚新冠病毒导致死亡的死亡率是0.2到0.48%，可是呢，打疫苗的死亡率呢大概是0.000001%，这个风险比起真正中新冠肺炎的那个风险比较低。还有呢，我可以给另一个比例，就是当我们驾车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遇上车祸导致死亡的死亡率大概是2到4%，比起打新冠肺炎这个疫苗接种的死亡率的风险0.0001%来得高，可是我们还是照样在驾车啊。所以说打疫苗其实是蛮安全的。如果你喜欢我这个频道，请 subscribe、分享、订阅和分享给你亲戚朋友，让大家受益更多。谢谢。